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韩国的进出口都跟台湾是有关，因为什么？跟台积电都脱不了关系。韩国已经被台积电完完全全被绑死了，而不单单只是韩国，现在这种全世界通通都是，尤其是美国。你看，美国除了辉达跟台积电这么好之外，连微软他说现在辉达晶片不够用了，我要自己干。他干了一个什么？玛雅的晶片，200的 AI 晶片。这个晶片，他说什么？这个效能还可以比原本的提升30%，有够强的。照我们讲非常可怕。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过 TPU， 对不对？你会发现现在是战国七雄时代。为什么？因为大家光是跟 NVIDIA 买一大堆 GPU 已经不够用了，都还要自己生产。Google 有它的 TPU， 而且 Amazon 也有它的。就现在呢，微软跟你讲说，它要再推出新一代，我自己的。对，但是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全部都要用台积电，都跑不掉，也是用台积电的。所以你仔细看哦，你仔细看它的规格。第一个，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我们现在是不是提到过？台积电不管是在台湾的内部，要在额外新增所谓的先进制程的产线，可能有2奈米的，可能有3奈米的，以及呢在海外，也就是美国来，所以代表这什么概念？这是最先进的制程，以及呢它支援的来，我刚才一直在讲到三星的记忆体啊，讲到 SK 海力士韩国记忆体就在这边。HBN31，而且你知道它可怕在哪里吗？可怕在这个频宽，7TB哦，它代表是整个记忆体哦，也是我们讲的高频宽记忆体的一个分水岭。只有谁做出来呢？来，你一猜就知道了，是台积电。对，只有台积电有那种封装技术，可以把这个东西我们讲堆叠起来。但与此同时，问题是它跟 Trainium 这个比较，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Amazon 的这个晶片，都是用台积电哦，它的效能足足是它的3倍。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晶片？对，我如果要买最好的，我还是跟 NVIDIA 买 GPU 就好了。对，主要是什么？便宜省钱，我自己做的嘛。便宜省钱又省电。对，来你看它这个超级奇怪，你看一定觉得很怪。他说每美元的效能表现上，比现有的硬体提升30%，所以你想想看现在 AI 开始在进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看谁比较划算。那未来瞄准的战力就可能在我们讲 OpenAI 啊，跟 GPT 5.2。宇轩，你刚刚特别提到在每美元的效能表现上，不对啊。我们之前去说这些晶片或者运算都跟电力是有关，跟瓦特是有关，现在已经算到美元上了。谁节约的多，谁才是王者。正好你讲到一个关键点，其实能源还是很重要但问你为什么要节能省碳？为什么说呢？耗的电越少越好？是最主要一个原因嘛。省钱嘛，省钱。因为你今天代表一个概念，整个 AI 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变现期，也就是说我谁最有效能，我的产品呢 CP 值最高，我就跟你尬到底。那尬到最后面，因为我问你我成本低，我的服务是不是便宜？比如说我的 AI 今天讲 Gemini， 或者我讲 OpenAI， 我是不是可以降的门槛越低？那门槛越低之后，我的市场越大，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想商用了嘛。来，我跟你比较，这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3款来。这是阿苏鲁的这个玛雅的200全新的，你光是看它制程，第一个3奈米，来 Trainium 这也是3奈米都是台积电来 Google TPU 我们刚才讲到都是台积电但偏偏来这个 FP4 是什么？它的算力，对，也就是说它在比较像素比较粗的这种算力的地方，你知道吗？它足足是怎样？来，Amazon 的几倍，将近快要4倍，那甚至是在比较高阶的地方也有大概2倍。甚至是呢，我们讲2倍不等左右的水平。换言之，它这3代其实它是有它的概念。原本这个 Maya 1它只是呢，我们讲作为一个类似测试版，也就是说呢，自己自制晶片开始试试看。而这个 Maya 2呢，就是所谓的200。正式开始要上路，也就是说，它未来可能会投入，可能我们讲5万颗甚至10万颗，大量生产干嘛？全部用在自己的云端服务。到这个Maya 300，对不对？赵跑不掉啦。你一定会担心说会不会转移到别人去？没有，我跟你讲，这边可能用2奈米啦。那可能未来呢 ，HBM 改成用 Fold 啦，就是它的记忆体用的更好啦。那甚至是什么呢？它的封装搞不好里面还会加 CPU，我们讲的这种细光子器。换言之，全部都跑不掉，对，都是在台积电这边。但你知道吗？它现在这拼到我们讲了，跟人家杀到我们讲开始要刀剑骨了，因为这个是它的晶片。我们刚才已经讲它便宜30%，对不对？来，你看这是它的水冷却的一整套系统，代表说呢，它整个系统都是用液冷的，而且它盖了这2个厂房，一个在 Iowa， 一个在 Arizona。Arizona 就是靠近台积电那边，但你不要以为说全部都他自制晶片，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就是有 NVIDIA 的，也有他自己的，就把所有的东西它是共用，组装在一起了，啥都在里面，对，最强的算力都在这了，当然要一起用嘛。所以他为了要满足这些全新的需求，所以他大量的把这个资料中心搞定。但我跟你讲赵，我们刚才讲那么多，你觉得黄仁勋难道不会怕说他的客户都跑掉吗？你如果都自己做，那他黄仁勋吃什么？对，来，他也来了。
很可怕。他出手了，出手又是那个人，对，我想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客户牢牢套牢，真的有在尬了，我不让你们走。所以我们讲投入20亿美金哦，各位是投资哦，这个叫 CoWave。CoWave 是什么呢？来跟 Microsoft 做一模一样的，就是 CSP 云端服务。对，他直接把它投入进去，所以股价因此而飙升嘛。他以前是做我们讲挖铲子的，他送铲子嘛。他未来要给你什么？他自己也要开农场。对，就说我也要搞云端服务。所以呢，这 CoWave 等于说他要去弄了这一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吗？这 CoWave 很酷，他真的开始已经在合作。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F1 赛车，每次很多的男生或者一些少女听到这个就会热血沸腾。其中 F1 赛车呢，它在整个车设计，因为它每一代都会发展一个全新的一个套路。比如说我们讲到今天这个叫做 Aston Martin，Aston Martin 呢，它叫 ANR， 比如说2025年对不对？它就是 ANR 25。那当时25年的时候，它就是跟黄仁勋跟这个 CoWave 进行合作。所以今天 F1 赛车已经把 AI 完全导入进去了。不管你今天之间在直线加速，甚至在过弯上面，在风切上面，通通都有 AI 在帮你做后盾。我讲会把你吓坏。它今天这个你看啊，一台车身对不对？它上面其实装了数千个 sensor。也就是说，它随时检测，比如说它的轮胎某一个地方它的气压，然后呢它的引擎的热度、它的温度、它所有的排线，所以是几千个 sensor。对，那他们做的测试叫什么呢？这个叫做风洞测试。也就是说，当我在跑的时候，我要去测试我的空气力学，我可能把车身缩小大概70%，然后在室内呢进行这个风场测试，看看说，来这时候 sensor 就发挥作用，我这边的风阻多少啊？我这边的阻力是不是很大啊？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在什么样的角度下，它可以跑得最顺？而且不只是直线哦，它还要测试什么呢？弯道。我在过弯的时候呢，它的那个阻力跟我们直线需要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说一具 F1 的引擎呢，每一圈比赛就是在跑一圈比赛的时候，都会把自己撕裂，也就是它那个引擎所承受的那个高压程度15000次。所以你看，这是兰斯施托尔，这是一个 F1 赛车，他说 CoWave， 他直接点名黄仁勋的这个 CoWave AI 云端平台，比我更早了解。DRS 就是自动驾驶，是自动加速系统，还有风切跟刹车的衰退时间。它是职业的，你知道这种所以等于 AI 算的比他还要准。过去这种赛车手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跟他的直觉，我要在多少度的时候过弯。现在 AI 都被你算得准准的，然后他佩服他了。对，来，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刚才有讲一个 DRS， 那个 DRS 是什么？那个叫做自动加速系统。那自动加速系统，也就是说，今天 F1 赛车对不对？它有一个规定，比如说我跟赵恒哈，我们之间呢差距车身大概只有1秒钟的时候，我就可以开这个系统。那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呢？阿斯拉，就是阿斯拉打开加速器，哇它就类似这样子哈，就按下去之后，现在可以开外挂了。对，然后它尾翼就会产生自动的调节，从原本的那种高速过弯的那种有办法去压弯的地方，把它变成是全直线系统。所以你看到直线它加速很快，但我跟你讲我讲的这是2025年的版本。你知道2026年它要把它废掉，但是废掉你不要以为说很可惜，因为换一个更可怕的东西。那个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空力，英文叫做 Aero。你知道空力是什么吗 ？Aero， 它用整套电脑系统把车身调节一起。也就是说，我一按变，对不对？我的前方的尾翼前翼可能会改，后面的尾翼也会改，然后我的加速系统知道改什么吗？改成电池充的，就电池电力这样给它灌下去。等一下，他们是完全把动画改成了现实了，真的。所以我讲，那你说这整套系统是不是要靠电脑监控？对，靠 AI 去监控。所以未来会变成就是说，以前都在讲究说车身的结构跟车身的力学，但等到之后呢，它会变成是什么呢？变成是你可能需要更高的算力、更高的精炼，因为所有这些比赛都是毫秒之差，而整个 AI 如果连 F1 都能影响到你的生活方方面面，恐怕都会入侵。或者我们刚刚讲，在这个晶片领域上面，大家现在杀的跟什么一样？而且晶片里面最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电力。所以我们现在拼命的改，拼命的弄，结果没想到在北美，我跟你讲了快1周了，极地涡旋是，真的太可怕！你在北美肆虐的跟什么一样？你看到这是多伦多，对，那这个已经暴雪成灾了。而且北美最可怕的是什么？现在是它的这个供应链或者是原物料链。整个都断裂了。是，你知道这个极地涡旋我们在前几天已经有在讲嘛，就从墨西哥湾这个边一直往右边德州啦，然后纽约州这边一直往上，现在连加拿大一样啊，多伦多他们做这个是史诗级的。他说这个多伦多单日下了56公分的积雪破了180年的记录我们本来已经在比较南部的城市，怎么现在看起来就跟那个北极比较靠北极圈那边一样，全部都是白皑皑的一片甚至连机场的飞机
都被冰封住了。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有没有在铲雪？在铲雪泥路？哎，这跟我去黄刀镇差不多，就是这样。对，你看被冰封住了。它的机翼都完全上面都是一层很厚的冰，是全部都是雪哦。所以你由此可见，他们就说这个大概180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个极端气候。然后呢，雪地里面真的是，你看整个飞机头都看，你完全不仔细看，你还以为是什么帐篷，没有，它就是一架飞机哦。对。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个加拿大还有美国一样，也都是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冰风暴。那你知道他们这个叫那个芬恩啊，它很可怕一件事情是，它竟然蔓延了，影响了超过2000英里。那美国现在有17个州同时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你说这边是一大块白的，通通都是它覆盖了，都被覆盖的，对，都是被覆盖的，好可怕哦，真的是很可怕。跟你讲。停电，没电了，给他醒人。它的电网完全都被摧毁了，它的电网全部都冰封住。更可怕的是，他说现在全美国大概有100万户都在停电，停电最严重的是在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德州啊。哇，德州不是在南部吗？而且德州你要知道，它是有很大的炼油厂，甚至有主要的一个供电网就在德州，没有办法，还是一样停电。美国最大的电网啊 ，PJM 啊，他就直接说，现在所有制造业的厂商的电，能下载、能降载的尽量降载，全部把电力都给民生供电，停摆了。对，因为他们是担心说，我跟你讲，这个是零下-20度、-30度的，美国还有女主播在干嘛？在测试他的意大利面哦，在这个空地户外20分钟，意大利面悬空，就是整个在空中都冻住了，全部都冻住了。所以他们都在讲啊，美国他们现在是全力在干嘛呢？就是想办法，第一个尽速恢复。你看有没有在恢复电网？你看到他说，上一周末美国石油生产商的原油产量单日最高减少是多少？200万桶。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降幅已经达了总产量的15%。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它已经没有电。第二个是什么？它的这种原物料，包括连它今天不仅石油有减产了，甚至它的炼油厂的机械都故障。那种是美国已经停摆了，很多地方都停摆。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美国他们很多电力是所谓的拍卖，就是说现在突然供电减少，对不对？那我现在要电啊，像宇轩要追剧不能停啊，所以他要抢拍。他们有一种是你可以去抢电的，就你去抢电之后，他说那个瞬间的价格暴增10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美国的电力的价格，还有天然气的价格，全部瞬间都暴涨。所以你说今天你看到这个图，对，来，我们往这边排，这个说明什么叫做电力增加那么多？你看这个蓝色的这一根。它是直接全部人都在抢电，结果变超贵的，全部都往上飙10倍。他说1月23号，他说因为至少有17州啊，他们发布了紧急命令，还有很多的电力的电力网络的中断的问题啊，所以大家跳下来抢电。你看那一根如果是涨停板，那大家就笑呵，但不是，它是电价，是赔钱要花钱的，就昏倒，你知道吗？讲一个不好听的，就是人家美国现在陷入冰风暴，哇，台湾的股市尤其是这个塑化类股啊，红彤彤啊，因为就惠我良。台湾受惠了，就很多亚洲都受惠，就惠我良多嘛，因为你们这样子产能都出不来，然后呢，因为大家会预期到你原油这个一下子少了13%的总产量的情况之下，行情就会瞬间飙高。那包括泛用塑胶爆料的这个行情也都是瞬间就跳个2%、3%，激励好久那个已经低迷很久的一个远东区的塑化原料的一个行情啊，包括你如果德州的这一个刚刚有提到它的炼油的产能降载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哇，那受惠族群可能就是包括台塑四宝啦、台聚啦、东联，尤其你知道，像东联还有台塑啊，他们在美国啊是有一个工厂的，甚至台塑他们就之前刚好在去年的时候，他们看好美国，尤其川普在关税政策之下，就说来美国，你只要在我美国投资的话都免关税。我跟你讲，台塑早在1970几年的时候就去那个美国设厂，甚至在德州，他们还有一个王永庆日，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台塑美国一样在美国厂，他们是有发电厂，所以刚刚不是提到发电厂，大家现在在抢吗？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也会把他们过多的电力就会送到这个公共的一个电网里面。峰哥，我们刚刚看到，北美已经下大雪，但是这个画面，我真的不敢想象。我们都知道中东叙利亚可能常年有战乱，但叙利亚这不是一个很干燥的国家吗？怎么
竟然下大雪了。对，过去来讲，我们讲到叙利亚会在地理上面觉得它是中东，然后叙利亚境内确实有大片的沙漠。对那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叙利亚变成白雪皑皑的一个雪景吗？而且这个雪景像不像童话故事？感觉上真的是 Elsa 来，然后洒下去之后呢，急速冰封。所以呢，你会看到说，你看这个东西，竟然电线杆变成厚厚的一个积雪，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一瞬间这个雪气砰，然后呢整个被封起来，然后被封起来的情况之下，叙利亚竟然要出动铲雪车。在过去来讲的话，连下雨都比较少见，现在需要出现铲雪车，所以呢，一瞬间太多的量没有办法来处理掉，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居民出去的时候，哇，真的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叙利亚下雪白茫茫的一片，这是比较少见的。而过去呢，叙利亚有没有下雪？叙利亚是有下雪的，从12月到2月确实是有机会，可是呢，它都是薄薄的。意思下个雪而已，但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量下到他们都吓到了。这个电线杆像你刚刚讲，这个电线杆，它是直接被秒杀的。这个雪真的是叙利亚人，我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另外来说的话，你看到你会觉得蛮漂亮的，可是呢，这对极地气候来讲的话，这是一瞬间，砰，这个雪量整个就冰封起来。而另外一个地方比较特别，就是阿勒颇。阿勒颇它的海拔才380公尺而已。过去来讲，有下雨就算尾拜啊，没有想到阿勒颇也出现了雪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说地中海周边会不会有更多人下到更多雪？叙利亚的一个邻居，这个是谁？土耳其。土耳其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哦，7度、6度、2度，然后呢，到土耳其的东部呢，已经到-13度、-12度、-15度了。对，过去来说的话，他们也会下雪，但是没有看过这种雪景。这种雪景是下到多少？下到比小山猫还要高。小山猫大概是多少高度？2公尺。当一瞬间的下雪量太大的时候呢，已经快要覆盖小山猫了。而这个状况是什么？就是我们前2天讲的极地涡雪下来之后呢，经过地中海，经过黑海，然后呢得到了太多的一个水汽，得到水汽之后呢，幻化成这些雪景。而他们土耳其的居民以前出门很少会需要雪杖的，而现在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晚上这根本不是雪杖问题，他连走路都有问题，这已经雪到了他的大概肩膀这位置，我要怎么走啊？他们每天都要先清雪，清雪之后才能够出门，而这个一个晚上就已经下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想看哦，如果它比人还高的话，这会有什么状况？你要去挖这个雪，你挖不动，挖不动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弄了一个 tunnel， 弄了一个隧道，而这个隧道其实你这样看会觉得哇，好像是我们以前去看的这个雪世界。其实你这是非常危险的，雪还是有重量的。对，如果有一天这个雪的隧道崩塌之后呢，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对，而除了这个隧道之外呢，你看它的屋檐也出现了危险的冰锥。这个冰锥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它的温度是极度下降的，所以呢，它可能前面是下雨，然后呢，当你的湿度够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温度要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呢，一瞬间像不像一个锥子一样？而这个锥子整个急速冷冻下来之后呢，你经过要非常的小心，会砸死人的，会杀人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个对他们来讲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极度涡雪还会持续下来，而持续下来的话，持续吸收这个地中海的这些能量，而地中海能量吸收来之后呢，会继续累积。所以呢，包括叙利亚，包括它的邻居土耳其来讲的话，面对雪景，以前会觉得很漂亮，现在来讲的话，恐怕是个灾难。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